第二天一早，陈平带着直接的岳父走出房间。此时胡麻子的房间也没有了声音，而胡麻子则是顶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走了出来。修睿也从房间出来了。当他和胡麻子看到陈平房间竟然出来一个老者，全都是一愣。我靠，陈平，你小子不会变态的好这一口吧？胡麻子打量了一眼那老者说道，胡大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位是我的岳父，曾经也是天人界的修士。陈平给修睿和胡麻子介绍着老者，随后又给老者介绍道，岳父，这2位都是我的朋友，修睿、胡麻子。你们好，我是胡黄白毅。老者淡淡的说道。在介绍完打过招呼后，陈平对着白毅道，岳父，能不能带我们去黑市看看呀？可以，白毅点了点头。黑市？什么黑市？卖女人的吗？胡麻子一听，顿时来了兴致。胡大师，2个女人就行了，再多你也不怕累死。陈平一阵无语。4个人走出客栈，由白毅带领着朝着黑市而去。陈平，你啥时候在天人界玩的人与兽呀？竟然整了个兽族的老丈人。胡麻子小声对着陈平问道，你要是会说话就好好说，不会说就别说了。什么叫做人与兽呀？虽然都是兽族，可他们早就幻化人身，已经是个人类了。现在整个犀牛城都是兽族，那这里的女人你是不是不想玩？陈平说道。想想，当然想了，就算这里的女人没有幻化人身，我都想尝尝。胡麻子一笑道。陈平一听，顿时翻了翻白眼，不再跟着胡麻子聊了。这个家伙有时候啥话都敢说。白毅带着陈平他们足足在城里转了1个多时辰，最后在一处看起来很是破旧的院落停了下来。在这院落外，时不时有战兵巡逻而过。院落中破败不堪，好像很久没有人居住的样子了。白毅四下看了看，发现没有人注意，带着陈平他们走进了那破旧的院子。走进院子之后，白毅伸出自己的右手，轻轻地在虚空一按，伴随着一道白光闪过，众人只感觉眼前一黑，紧接着竟然出现在一个巨大的通道之中了。幸好有白毅在前面，否则这突然的变故，陈平他们肯定会害怕。穿过巨大的通道，很快众人面前一片开朗。在这片区域，不少人在其中穿梭，还有一个个身穿黑皮蟒衣、手持武器的护卫。在这里什么都有卖的，人声鼎沸，好不热闹。而在不远处，一个高高的擂台上，2人正拼命缠斗。在擂台四周，一群早已经红了双眼的人大声嘶吼着，这些都是下了注的赌徒。在这硕大的一片区域顶端，几间悬浮在半空之中的房屋不断来回穿梭，能够看到房间里面还有人头在动。陈平他们都十分的好奇，随后跟着白毅向前继续走去。可当走到那些蟒衣护卫面前的时候，那些护卫竟然全都突然笔直的站立，然后毕恭毕敬地朝着白毅喊道：“方主。”白毅微微额首，这可把陈平他们给看得目瞪口呆。而在黑市中的那些人，在看到白毅之后，也都是喊道：“白方主。”陈平有些不解地走到白毅身边，随后低声道：“岳父，这些人跟你很熟悉吗？还有那些护卫，怎么叫你方主呀？”白毅微微一笑，因为这个黑市叫做灵狐坊，而我是这个黑市的主人，他们当然叫我方主了。什么？陈平满脸都是震惊，他万万没有想到白浅的父亲，自己的老丈人，在这犀牛城还有如此大的黑市，那自己岂不是就可以仗着老丈人的实力，在这黑市中为所欲为了？胡麻子和修睿也是赶忙上前，朝着震惊的陈平问道：“陈平，你岳父有这么大势力，你咋也没说过呢？”陈平一阵无语，他说啥？他也是刚刚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老丈人的，也是刚刚知道自己老丈人还有这么大的一个黑市。跟我走吧。白毅说了一声，随后身体轻轻一跃，直接进入了漂浮的房间之中。
陈平他们见状，也跟着一起进入了房间。进入房间之后，发现房间里面富丽堂皇，而且透过房间的窗户，可以清晰地看着整个黑市的情况。贤婿，我这里也还算可以吧？白毅微微一笑道：太可以了，真没想到岳父如此牛逼，短短数百年就打造了如此大的势力。陈平对着白毅夸赞着，可白毅却一笑道：只是经营一个黑市，势力大个屁啊！整个犀牛城这种规模的黑市足有10多个，说起来我也只是给那些豪门贵族打工的罢了。那些人有些台面不好处理的事情，都是交给我们去处理的。要说势力，整个犀牛城谁能比过城主？陈平一听很是感慨，主要是这犀牛城太大了，这种规模的黑市竟然有10多个。岳父，那犀牛城的龙家势力怎么样？我昨晚好像得罪了龙家的人。陈平想起了那龙骑，于是问道：你昨晚打败的那龙骑，别看他装逼，龙家势力并不大，龙家若敢找你事，我可以摆平。你也不用脑子想想，若是真的很有势力，还用作弊打擂，然后进入城主府吗？真正在犀牛城有势力的家族，根本不用这么麻烦，早就把他们家族子弟送入城主府了。白毅不屑一笑道：陈平想了想也对，真正有势力的家族，何必还用在擂台上作弊？就像是世俗界大家族的子弟，谁会跟着一帮普通人去考公，还想办法作弊？直接一个电话，一顿饭，名额就给你定好了，而且还是萝卜岗，就差不指名道姓了。原来是装逼的，那我就不用怕了。其实陈平也一直担心那龙骑报复，毕竟自己人生地不熟的，而且胡麻子和修睿还都是人族，若是暴露出去身份，他们在犀牛城根本就没办法立足了。以后有我罩着你，只要你别太装逼，得罪什么大人物都不会有事的。只是你这2个人族朋友，千万不能暴露出人族身份，否则谁都保不住他们的。白毅对着陈平说道：岳父放心吧，我会让他们小心谨慎的。我去擂台上试试去赢他们几把再说。陈平有些摩拳霍霍，忍不住了。虽然动用真正的实力，陈平不一定是对手，可要单凭肉身力量和肉身的强悍程度，这些人在他眼里就是小菜鸡。你是个屁啊，这是自己的场子，你上去把人都打跑了，以后没人来了，这不是砸自己生意吗？白毅把陈平教训了一顿。啊，那你把我带过来，不是打擂的吗？陈平疑惑道。是打擂，也不是打自己家的呀。我先让你认认门，以后这是自己家的产业，你也帮我打理着点。以前就我自己，整天都是事，忙死了。现在有你在了，我就该轻松些了。这黑市每日赚取的仙币还有资源，应该足够你修炼的。一会儿我带你去别人的黑市砸场子，你可别给我丢脸。白毅对着陈平叮嘱道。岳父，你放心好了，我绝不会给你丢脸的。陈平拍着胸脯保证道。此刻的陈平突然发现这岳父有点是俗界那黑道教父的感觉了，自己不知不觉就成了黑道姑爷了，还带着砸场子。妈的，这天界的生活跟世俗界也没什么两样的，为了名利，为了资源，为了七情六欲，打打杀杀。诺清，这时白毅喊了一声。很快，一名身穿白色蟒衣的中年人出现了，随后毕恭毕敬道：方主，你去安排人手，一会儿我们去豹虎坊砸场子。上一次那豹虎从我们这赢走很多仙币，这一次要搞回来。这位是我贤婿，一会儿就是这灵狐坊的2把手，你认识一下。白毅对着那诺清说道。诺清看了一眼陈平，眼神中透着几分疑惑和不解。一个化仙境1品的家伙，怎么成了白毅的贤婿，还要成灵狐坊2把手？不过白毅在场，诺清也只能朝着陈平说道：希望姑爷以后多多提携。好说好说，陈平连连点头。诺清离开去召集人手了，白毅则是带着陈平还有胡麻子和修睿又在
黑市转了一圈，也好让陈平熟悉一下。在诺清召集好了人手之后，白毅则是带着众人离开黑市，然后朝着豹虎坊而去。白毅带着陈平他们很快就到了豹虎坊。同样，豹虎坊在一个十分隐蔽的地方，四周有着阵法。通过阵法传送进豹虎坊，看样子这些黑市都是一样的，在犀牛城的地下进出口被阵法隐蔽起来。进入豹虎坊，陈平发现这豹虎坊的规模比起灵狐坊要大了一些，只是各种设施条件却不是很精致，看起来有些简陋。老白，你这是不服气，过来想砸场子呀？这时，一名体型高大、虎背熊腰的中年人走来。豹虎，上一次你砸了我的场子，赢了不少仙币和资源，这一次我当然也要砸一次你的场子了。白毅看着那豹虎说道：没问题，我随时欢迎你砸我的场子，只要你有那个本事就行。不过你好像没有肉身强悍的手下吧？而且我听说你去官家擂台物色人选去了，你不会是老糊涂了吧？现在那官方擂台就是个笑话，都是作弊之人，哪里还能找到真正的勇士？豹虎满脸的冷笑，眼神嘲讽地看着白毅说道：豹虎，你不用高兴太早，今天我就让我的贤婿会会你这豹虎坊的勇士。白毅冷冷地说道。他昨晚见识过陈平肉身的强悍，所以对陈平还是有信心的。贤婿，你什么时候有女儿的？豹虎满脸不解。我他妈都认识你几百年了，也不见你有女儿呀。我女儿不在天界，我这贤婿也是刚刚通过大道接引而来的。白毅自豪地说道。